知道抽运。又是这个梦境。白墨尘，账本上记载，白墨尘只窃走我半道灵瞳，还有一半，到底在哪？爷爷，好，眼亮了，气血也足了。莫九尘死了，观星楼倒了，寒儿，这10年苦了你了。爷爷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10年前那个雨夜，我只记起了一些碎片。梦里有3个人，白墨尘是直刀剜眼的那个，可另外2个人我看不清。一个用着霸道狂烈的手段震碎了我的骨，而另一个甚至连手都没抬，就把我的至尊气运抽走了。当年您为什么要抛下我这个丢失了记忆的瞎子，让我独自在江南过了10年？10年前，你被那群恶魔盯上，他们趁我不在，将你的言语韵生生夺走。那魔头，还有那些人，他们的实力和手段，已经超出了这片凡尘的认知。那时候，老头子我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只是从他们手底下，把你这具快要咽气的身体抢了回来。他们夺了你的眼，抽了你的运，碎了你的骨。他们夺了你的眼，抽了你的运，碎了你的骨。他们本要斩草除根，因为只要你死了，天机账本就会烟消云散，重归天地。哪怕你没死，他们通天彻地的推演之术，也能在一瞬间定位到你。我带你逃，可怎么逃？普天之下，尽是他们的法眼。只要我们在天道因果之内，不出3天，你就会被挫骨扬灰，连一具全尸都留不下来。被逼无奈之下，我只能行此险招，用老头子我这条残命和他们赌一把。我将你的骨借给了当时的正关将军，将你的命借给了江南叶家，消散你体内因果的同时，也让他们欠你一个恩情，让他们以后至少能帮到你一些。至于我撕下了写有那魔头债务的天机残页，主账本缺了他那一页，因果断裂，从此他再也算不到账本和你的方位。但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带着残页主动去了地京，加以复仇不敌，让他们把我锁进观星楼下的索命井。我主动求索，用索命井底至阴至寒的阴气，配合我这副残躯，将那张残页上的天机死死压制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就像带着账本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如此一来，你才能在他们的视线盲区里安稳地活上10年。这就是我们沈家10年前付出的代价。孩子，如今你开眼了，莫九尘败了，这残页该交给你了。残页归位，主张大成。孩子，去吧，去拿回你的东西，把那些人欠我们的债全给要回来。
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吧。这几日辛苦你了，不该让你跟着我来北京受罪。我爷爷的死，还有苏家的债，都和当年害你的那些人脱不了干系。我说过，不管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沈静涵，来北京之前，我通过我爷爷当年在帝京军商两界留下的旧部，查到了叶家和神将府的底细。江南叶家表面上是江南第一巨富，垄断了整个江南的水路运输和现代物流，可实际上，他们最庞大、最暴利的黑色买卖，一直都在这片风雪北境上。北境这个地方，常年遭受境外超凡势力的渗透。秦烈麾下虽然有大夏最精锐的北境守备军，但这些年来，帝京高层内部争斗不断，分配到北境的基因药剂、高阶气血丹药以及特制合金兵刃，时常被层层克扣，甚至有时候连抚恤金都会被挪用。若是没有资源，10万武者兵队在极寒之地根本支撑不住。10年前，秦烈在境外一战中经脉尽碎，整个秦家几乎被境外超凡巨头灭门。为了保住北京，也为了保住秦家，秦烈在最绝望的时候，和叶家做了一笔交易。叶家出钱出药，用现代物流链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为神将府输送海量修炼资源。秦烈用至尊谷成就镇国神将之名，在北境给叶家开辟绿色通道，让他们垄断了漠北关外所有的走私、灵石矿脉以及奇珍生意。没错，叶家通过这种方式，在北京成立了北关现代商会，垄断了整个北京70%以上的修行资源和地下商路。江南的千亿黑金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路化作特种装备和气血丹药，输送到神将府。这两家早就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了。所以，当你在江南彻底废了叶家，清算了叶苍玄之后，你不仅是毁了一个豪门，更是一手切断了北境神将府最核心的一条输血管道。叶家残存的几个核心高层，正是顺着这条利益网络，连夜乘坐私人飞机逃亡到了北境，寻求秦烈的庇护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秦烈手里的10万武者军队，才能从你手里保住他们。沈少，苏小姐，北关神将阵到了。沈相，那沈静涵废了我叶家，你一定要杀了他呀！我们叶家10年来为北京送了多少粮食，送了多少基因制剂和气血药材，没有我们叶家的银子和渠道，北京守备就坚持不住了。沈静涵，10年前，沈玄义把那小子的至尊骨亲手借给了本将。这10年，本将用这根骨头镇压了境外13超凡组织，战地无数。这根骨头早已与本将的血肉经脉完为一体。神将，那个沈静涵不过是个最近才治好瞎眼的废物。小李天那个叛徒也死在了江南火车站。沈静涵那小畜生手里有一本妖物账本，就是个妖道。他今早已经进了神将阵，您只要动一动手指，守备军就能将他踩成肉泥。急什么？沈玄一的外孙，本将今晚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本将手边10载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这根至尊骨确实功不可没。他想要，就让他自己来拿。神将府，秦烈，沈静涵，没事，你在车里等我。沈家后人，你胆子不小，
真敢一个人来？10年前，你爷爷沈玄一亲手将这根至尊骨种进了本将的胸膛，本将靠着这根骨头重建了在境外几乎被全灭的秦家，成了大夏的镇关神将。这10年里，本将大大小小经历了136战，每一次本将都冲在最前面。我的血有一半都流在了这片防线外，这根骨头现在就是本将的命。本家小儿，你想要，凭什么？秦烈，你有功于国，大夏欠你的，边关百姓欠你的，但你欠天机当铺的。10年前你借骨保命，立字为据。期限一到，债主上门，天经地义。今天我不出账本，不用氢气笔，我只用这双手，堂堂正正给秦神将一个了断。神将，这狂妄的小子不用那妖物账本，他是自寻死路，快杀了他，一枪挑死他！好一个不出账本，好一个堂堂正正！本将这10年最烦的就是地京那些玩弄权谋、用规则压人的政客。既然你要用武夫的规矩来要债，那本将就陪你打个痛快。接招！嚯！再来！秦烈，睁大眼睛看着，你守于北关，救下千万百姓，这天下欠你一份恩，这是你的功夫。那你借我沈家至尊骨10年，期满不还，甚至勾结叶家阻我清账，这是你的债。有功是功，欠债是债，两码事。这一拳我打醒你！都给老子把枪放下！好一个公是公，债是债。沈玄一的孙子果然名不虚传，老子输得心服口服。这骨头本就不属于老子，拿走吧。得罪了，秦神将。起！他不用账本都能拿回至尊骨，如果秦烈也废了，那么叶家在北京就彻底完了。沈清寒，给老子死吧！找死！老子守北境10年，以后不靠这骨头，我照样能打退敌人。秦神将豪意，既然秦神将如此坦荡，我沈京寒自然也不能让北关将士寒心。叶家倒了，北关的补给线确实断了，但秦神将放心，从今日起，天机当铺会全盘接手叶家原本在北境的所有资源渠道，天机当铺会提供比叶家从前更丰厚、更源源不断的物资。有天机相破，北境的补给断不了。我代表天机相破，助秦神将保家卫国，镇守边关。好，好，沈掌柜，北境10万将士，承你这份天大的人情。白墨尘临死前招认，他作为执刀人，当年也只拿到了半道左眼灵瞳，而那剩下的半道右眼灵瞳，
至今下落不明，到底在谁手里？10年前，3名黑衣人强行剥夺了我的天赋，除了执刀的白墨尘，另外2个自始至终没有泄露身份。爷爷曾告诉我，2号黑衣人出手压制我时，所用功法极其霸道狂烈，隐隐带着天罡之气。爷爷觉得那股劲斗和他的至交好友苏怀义，也就是青岩的亲爷爷所修行的天罡劲极为相似。沈兄言若他日地经久来，切记不可信白，亦不可尽信苏。但我和爷爷都不愿相信，那个重情重义的苏怀义会是背叛挚友、夺人天赋的凶手。沈清寒，我找到了这个。青岩，苏家老祖账本天罡镜，不是苏怀义背叛了沈家，是苏家的那位老祖逼迫苏怀义去骗取沈家账本，苏怀义宁死不从，而苏家老祖便干脆自己亲自执掌天罡镜，戴上面具，加入了那场语言掠夺。青岩，苏百川现在何处？10年前，就在我爷爷暴毙后不久，老祖突然对外宣布闭关，称自己要感悟至高武道，不见任何人。这10年来，苏家上下，连我父亲在内，都以为他一直在深山祖堂里清修，从未怀疑过其他。原来我爷爷是他害死的。他闭关不是为了修行，是为了躲避天机，也是为了炼化当年从你身上抢走的血。你爷爷是个有风骨的医者，他宁死也没有背叛我爷爷。苏怀义老爷子当得起这一声至交。沈少，苏小姐，苏家来人了，带了重礼。走吧，去见见我们这位苏家老祖，今晚到底给我们准备了一出什么好戏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沈少爷，老奴给大小姐请安，给沈少爷请安了。苏家不是早就把我赶出家门，宣布我不再是苏家的子孙了吗？你这声大小姐，我承受不起。大小姐，您这是说哪里的话？家主前些日子那是被一些小人蒙蔽了双眼，说出的胡话气话，当不得真。这骨肉至亲，哪能说断就断？大小姐、沈少爷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咱们苏家的老祖就在今早正式出关了。老祖出关后，听闻了大小姐和沈少爷在江南不离不弃、患难与共的种种佳话，大为赞赏。老祖说了，沈家和苏家10年前本就是世交，当年的那门婚事不仅不能废，反而要办得比谁都大，都风光。这是老祖亲自在苏家宝库里挑选的深海天罡灵玉一尊，用来给2位少爷小姐冲喜订盟。老祖今晚在苏家老宅亲自摆下了盛大订婚宴，邀请了地京所有的超凡弥游世俗巨修到场。老祖说了，请大小姐和沈少爷今晚务必回老宅一叙，定下2位终生大事。好，既然老祖亲自发了话，当小辈的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哎呀，沈少爷果然深明大义，那老奴这就回去通知家主和老祖，今晚咱们苏家大宅恭迎2位贵人。10年前挖了你的眼，害死我爷爷。现在他知道你拿回了至尊骨，他害怕，想骗你过去，彻底解决你这个心腹大患。青岩，既然他们把戏台搭好了，那我们将计就计。大小姐，沈少爷，请下车。沈静寒，青岩，有我在。老奴在前面带路。果然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鸿门宴。沈少爷，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宏远，贵客已到，
还不扶他们入席？果然是你，沈经寒、青言，坐吧。10年前沈家大祸，我因为必死关感悟天道，未能及时赶到，导致你们……每每想到此处，老祖我都深感痛心。如今看到你不仅双目复明，还重修至尊骨，真乃我大夏武道之幸。老祖挂念了，沈经寒愧不敢当。今天在这订婚宴上，老祖我亲自给你们满上这一杯，喝下这一杯世间联姻酒，往日恩怨一笔勾销，以后苏家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化骨九幽散，静寒、青言，还不敬老祖一杯？多谢老祖赐酒。好孩子！沈经寒，你怎么了？这酒有毒！沈经寒啊，沈经寒，你以为你拿回至尊骨就无敌了？喝了这杯化骨毒，你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当年你爷爷不在，我能夺你眼，今天我一样能抽走你的至尊骨。苏百川，10年前我爷爷和苏怀义老爷子是至交，你为什么要暗害他？还要夺我的灵瞳，毁我沈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在长生和真正的超凡力量面前，至交算个屁！10年前，本座大限将至，经脉萎缩，眼看就要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为了向那位通天的天上大人效忠，为了向他换取天命仙轮的长生延寿秘法，本座答应替他夺取天机账本。本座逼苏怀义，让他利用和沈玄一那老不死的关系，把天机账本偷出来。可那顽固不化的老东西，死到临头，居然还跟本座讲什么江湖道义，讲什么挚友情深。他宁死都不肯背叛沈家。既然他不识抬举，那本座就亲手送他上路。本座用慢性天罡毒药将他生生毒杀在密室之中，任由他腐烂成枯骨。对外，本座只宣称他是暴毙清修。毒杀亲爷爷，这个畜生！杀了他之后，本座趁着沈玄一那老东西外出，联合了白墨尘和那位大人，制造了那场雨夜瓜分。白墨深那个废物执刀拿走你的左眼灵瞳，而本座亲自运转天罡气夺了你的右眼灵瞳。这半道灵瞳帮本座多活了10年，还让本座重塑经脉，踏入了半步大宗师的门槛。沈家小儿，今天你自投罗网，不仅是你的灵瞳，连你体内的至尊骨和账本，老祖我也全都要了。沈家小儿，把你的命和至尊骨一并交出来吧！你怎么可能？苏百川，你活了100多岁，就只琢磨出这点上不得台面的下毒伎俩。这酒味道确实不错，但要锁我的骨，化我的气，你这药力还差了点儿。你不是盼着我来吗？别急着走啊！开火！给本座开火！杀了他！把他们打倒！开枪！快开枪！青言，跟在我身后。
快让守护死之者滚开！魔鬼，他是魔鬼啊！苏百川，你刚才说你要抽我的至尊骨，夺我的灵瞳，对吗？沈少爷，去死吧！我的手！苏百山，10年前你封存了灵瞳的时候，听过我的哭声吗？啊！青岩，救我！我是你叔父啊！你身上流着我的血啊！当年是老祖一时糊涂，你快求求陈掌柜，饶老祖一命啊！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看在苏家和沈家是世交的份上，青岩，我是苏家的人啊，你不能看着我死啊！你毒死我亲爷爷的时候，想过他是苏家的人吗？金寒，握笔。不，大人救我！丈青斩！啊！我的眼，我的眼！爷爷，爷爷，北关神将府那边，我堂堂正正战败了秦烈，至尊骨已经归位。怀义兄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孙女有你当年的风骨，你该瞑目了。寒儿，你如今骨已归位，言已夺回。但这右半道天一灵瞳在苏百川体内被世俗浊气与天罡劲污染了整整10年，若不彻底融合，你便无法发挥出双瞳真正的威力，更无法看清那天外邪魔的虚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你需要闭关，在这当铺里用你的至尊骨本源彻底熔炼净化这2半灵瞳，等双瞳合一，你才能真正拥有直面那魔头的资本。我明白。青岩，这几天照顾好爷爷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安心闭关。融。那寻武汉相遇，寒冰上心醉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，没有你才算云翠，没有心才好相配，
你两缕我摧毁，并肩行过山与水，你憔悴，那与你天机至尊神通成了。山与水，我对只有你支配。问世间哪有更完美？浪花之年，红尘似水。看至红爷爷，您用残躯和残叶骗了他10年，现在轮到孙子去掀他的老底了。好，去吧，把我们沈家这10年被夺走的东西，全给拿回来！天上人，该你结账了。何人胆敢强闯天命宗？你终于来了。这些因果罪孽，就是10年前夺我灵瞳、剥我至尊骨、抽我天运的铁证。你到底是谁？本座的名字，好久没有人问过本座的名字了，本座自己都快忘了，好像叫叶无痕。原来是你，意外吗？本座当年在那场雷火中，确实险些身死道消。若非本座在生死关头看破了一丝太阴转换之妙，将神魂早已成了红尘中的一捧黄土。但逆天改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本座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因为肉身不全，因果太重，每隔100年便要承受一次天道最残酷、最无情的天罚雷劫。本座为了强行晋升真仙，彻底跳出这凡俗轮回，以躲避天罚，必须拥有大夏最纯粹、最无瑕的至尊天运。10年前，本座发现了你，你天生至尊体，怀揣天机账本，你身上的气运是这天体下最完美的药引。本座挖了你的眼，抽了你的运，将它们融入这天命仙轮之中，温养了整整10年。如今药鼎将成，仙轮圆满，只差这最后一步，本座便能白日飞升，从此不死不灭。不过本座还真是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在人间躲了10年没被我发现的？当年你带人夜袭沈家，确实挖了我的眼，夺了我的运。但我爷爷赶回来时，他拼死救下了我。他知道，只要我死了，天机账本便会消散，而只要天机账本在，你们便能通过因果推扫找到我，生生将我们挫骨扬灰。所以，我爷爷做了一个最疯狂的决定，他亲自执掌清气笔，从天机账本的最深处，将写有你债务的那一页天机残页强行撕了下来。撕下残页？对，爷爷带着残页主动去了地境，假意复仇不敌，让你把他锁进观星楼下的索命井。他用索命井底的至阴至寒之气，配合残躯，将那张残页死死压制。在他屏蔽的10年天机中，你的每一次占卜都是一片混沌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找了10年也找不到我。沈玄逸，好一个沈玄逸！他居然将残页放进自己体内，那10年来在索命井下受尽万蚁噬心的碎骨之痛，做了一面当天蔽日的盾。难怪本座这10年来每一次起卦占卜得到的天机，永远都是一片混沌。但那又如何？夺了本座10年又如何？今天你送上门来，这完整的至尊体和天机账本全都要归本座了。在这里，天道被强行斩断，你的天机账本不过是本废纸。
沈家小儿，你有了天机当铺的因果大计，你拿什么跟本座斗？沈玄一当年手执账本，天威赫赫，可他根本不懂这世间的因果法则，不过是依附于天道之下的一条支流罢了。本座用这尊断天碑，将整座天命宗的方圆100丈化作法外之地。没有了那天道的恩赐，你拿什么跟本座斗？废纸就是废纸，死！至尊骨！以伤换伤，黄口小儿，你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你这一拳，替我爷爷还你！给本座起开！沈家小儿，凭你这半吊子的至尊体，也想翻天？至尊神童的视野下，他的身体虽然千疮百孔，但叶无痕体内的力量运行路线上，正密密麻麻分布着无数个不规则的狂暴节点，每一个节点都是一处隐秘的暗伤。这具看似无敌的半步真仙之躯，不过是用无数拼强行拼凑起来的，布满了裂纹的瓷器。叶无痕，你偷来的长生，当真是长生吗？你说什么？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抓到你了！给我开！天机重回人间。叶无痕，私债公债，今日万债归宗，斩！不要！本座修仙500年，不甘心啊！你抢的运不属于你，你欠凡世的命该还了。涵儿，好孩子，你回来了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这是天上人已死，万债清算，天道福枯木逢春。爷爷，您当享100年天寿。好，
我们沈家天机当铺后继有人。沈金寒，怎么今天穿了红裙？怎么，不好看吗？苏家的事情我都处理完了，我爷爷也入土为安了。今天我只是轻言来陪我的沈掌柜。好看，青颜穿什么都好看。小蜻蜓，该醒醒了。萧爷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找我们喝酒？他欠我的账还没清完，账本不放人，他跑不掉的。等他醒了，让他罚酒3杯。天道有常，欠债必还。下一位，谁来结账？天机当铺重新开张，天道有常，欠债必还。